美国空军部长豪言要采购1000架无人机，以此来超越中国空军，还强调要国会赶紧给钱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最近几天是美军的预算更新季，美军的各大军种的高级指挥与文官领导都发表了不少的文章与谈话，来给自己的军兵种争取预算，解释为什么我们下一年要争取那么多经费，解释拿到巨额军费之后将会如何使用，建设什么样的战斗力。这其中海军、陆军与陆战队老生常谈的内容比较多，而空军部长最近鼓吹推进的新战法那就很有意思了。简单的讲，美国空军提出的新战法就是多造无人机，造1000架廉价且高性能的战役战术级无人机，来配合战斗机作战，形成数量上的优势，从而在战场上获胜。按照空军部长肯德尔在空军研讨会上的发言，未来几年美国空军的发展重点除了 F-35与 NGAD 外，主要是 CCA， 也就是美军预想中的无人战斗机。美国空军认为，下一代空军制空能力的核心就在无人机，美军应当采购1000架无人机，用以打赢对中国的制空权争夺，这是美军唯一承担得起也能取胜的方式。关于这个1000架无人机的数字是如何来的，部长先生给的倒是很简单。美国空军未来有人机的主力机队将由200架6代机与300架 F-35组成，每架有人战斗机搭配2架无人的 CCA， 一共1000架无人机就能帮美国取得制空权优势。当然，肯德尔也表示，这个所谓500配1000只是个范例，具体会有多少取决于美军能有多少钱，维持多大的机队处在活跃状态。而美国空军之所以选择500战斗机配1000无人机打赢空战，就单纯是没钱闹的。现在美国空军还有近2000架规模的战斗机机队，其中绝大部分服役超过30年，其中700架接近了40年，必须得考虑退役换新的事情。而另一边，我军新质战斗力的不断生成，也让美军不得不正视，过去7年，我军服役了超过700架先进战斗机。到27年前，歼16、歼20、310工程、空军量产型3种先进战斗机的总量就将逼近1000架。如果考虑到歼10C 机队以及其他老机升级，我军仅空军就将有至少2000架装备先进雷达的现代战斗机。这一数字是美国空军无论如何也追赶不上的。就像空军部长肯德尔自己说的，如果美军全买 F-15EX 与 F-35两型战斗机，去替换现在1000架规模的老旧机队，那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的，把美国政府搞破产了也买不起。那就只有寻求开发新技术，在新领域上抢跑，准备弯道超车。而无人战斗机对美军来说就是最好的赛道，比起与解放军对等的更换战斗机，追赶解放军歼16与歼20的机队规模来，500架战斗机配1000架无人机的组合性价比更高，对预算更友好。美国空军只要早点投资，就能形成不对称优势，在新赛道上用新技术取胜。肯德尔这个想法是很美好，将高性能无人机当作廉价战斗机来使用，通过新一代无人机承担部分空战任务，来冲抵我军在先进战斗机上的数量与质量双重优势。但咱们对于美国空军能不能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表示怀疑，理由就与他们的空军部长关于为啥要造1000架无人机，而不是选择更多的战斗机一样，超出了美军的经济能力。在我国军迷的印象当中，无人机似乎是个很便宜的东西，像彩虹4这样的出口价才200-300万美元一架，更大的留空时间、更长的4.2吨级翼龙2，那不过也500万美元就出口了。但首先咱们得知道，察打一体无人机是所有大型无人机当中最便宜的一类， CCA 这样的无人机要贵上许多。其次，无人机便宜那说的是咱们，美军的无人机可一点都不便宜。正在进行中的23财年，美军采购5架 MQ9 就花了5亿美元，平均下来1亿美元一架。MQ9 是啥？是个最大起飞重量才4.8吨，最大武器载荷才1.4吨，
没有雷达，没有先进传感器，只有个多路光电头与一个未通天线，使用900马力涡桨发动机，毫无隐身设计的中大型插打一体无人机而已，属于比翼龙2强一些，但也没拉开本质差距的平台。就这么个插打一体无人机，采购单价都已经到了1亿美元一架。CCA 这种又要空战能力，又要有高性能雷达，还得有基础的隐身设计，还得有高自主能力的无人机，得要多贵？咱们不否认，如果 CCA 这种无人机采取某种 XQ58 的改型，在批量生产1000架的前提下，真的能够将成本压低到比起 F35与 F15EX 便宜1截儿，到比 MQ9 略贵的水平上。但就按这个便宜的价格算，想要组建一个千机部队，也至少得花掉1000亿美元的采购费用。只要算上研发成本和其他成本，没个2000亿美元是解决不了的。但空军又要到哪里去找这2000亿的额外开支呢？所以肯德尔为首的美国空军因为没有钱建设一支先进战斗机队，维持新锐战机规模上与我军的对等，就想着搞1000架无人机来弯道超车。但是因为美国军备研发采购上的系统性问题，换新赛道弯道超车美国空军还是一样掏不起钱。肯德尔是在呼吁国会与五角大楼抓紧给这个项目拨款，不然美军抢跑优势没了，解放军就追上来了，就会更落后于中国了，美国就更不可能获得胜利了。表示美国空军最担心的就是预算扯皮，不给钱搞这个1000架无人机战胜解放军项目。但咱们得说，我军在高性能无人机方向上的发展，虽然不能说领先于美军，但也能算是处在并驾齐驱的地位了。美军现役的那些无人机类型我们都有，美国空军哪来的自信能技术抢跑，取得不对称优势啊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像我们这样军备研发采购系统正常的大国，都是2条腿走路，一边快速量产先进战斗机，一边有序推进下一代无人战斗机系统的研发的？